迎来到16频道。今天来聊一下 Sunset Vibes 的原作小说故事。题材呢有点像霸道总裁爱上我的感觉，但是呢它要宣泄到前世今生跟 ABO 的元素，而且他们前世呢还不是人类，而是一条龙。整个故事的东西呢有点多，所以后面解说我会尽量的简化。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忠犬 CEO 是怎样把牡丹实习生拐回家的吧。注意后面会含有大量的剧透，所以不想被剧透的各位请斟酌使用哦。首先简单介绍一下两位主角，中文名字叫沈，34岁，是一家在亚洲排行前3大珠宝公司老板，性格呢有点花花公子，每次到外地出差都会搞一夜情。沈的名字叫Celine，22岁，是一名大学生，也是大地产商的孙子，从小被保护得很好，所以从来没有谈过恋爱，为人呢单纯，做事认真，梦想是当一位珠宝设计师。故事一开始，牡丹22年的Celine呢在朋友的建议下玩交友软体，在上面匿名的遇到了沈，两人第一眼都被对方的照片吸引到，一聊就聊了2个多月，居然呢互相都还不知道对方的身份背景，但两人还是约了出来，发生了关系。发生关系后的隔天一早，两人都对对方很有好感，但他们呢没有主动说要在一起，只说会保持联络，就解散了。之后Celine呢就赶着去新公司实习报道，结果第一天就被老板叫去了会议室，然而门一打开却见到了沈呢也很惊讶，没想到自己心想的实习生原来就是Celine。当互相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后，Celine呢知道沈呢以前很花，玩很大，但还是愿意给沈机会，观察沈呢对自己是不是认真的。而沈呢在知道Celine的身份地位后，也很清楚，想要Celine的话就不可以用玩玩的心态，所以呢他甚至触动了自己的母亲帮他追Celine。毕竟两人在第一次见面前呢就已经互有好感，所以最后两人很快就在一起。然而考虑到老板跟实习生的身份，Celine呢就很坚持要隐瞒两人的关系，沈呢很不愿意，却只能照做。但是自从两人在一起后，Celine身边却开始频频出现奇怪的事情，被陷害抄袭别家公司的设计，差点遇上车祸，之后呢还差点溺水。同时呢他也常常发噩梦，开始看到幻影，听到幻觉。直到一天Celine呢再次溺水，居然被救起，却昏迷了过去，一直醒不过来。沈呢很担心Celine的状况，同时他也意识到公司财政出现了问题。最后沈呢发现，原来Celine的上司嫉妒Celine，觉得Celine呢明明还只是实习生，却获得了很多的机会。那位上司呢觉得公司待自己不公，所以呢就暗中抽空公司的资金，另外还请了邪师去召唤鬼魂伤害Celine。幸好在Celine差点去世的时候，Celine的前世救了他。在昏迷中，Celine呢发了梦，见到自己的前世。Celine的前世是一条龙，同时呢也是一位被亲生父亲所讨厌的公主。这个公主的生命中唯一的一道光是地下皇国的皇子，她打从心里爱着皇子，而这位王子呢正正就是沈的前妻。然而皇子爱的却是公主的妹妹，而公主的亲生父亲呢为免公主闹事，再把公主囚禁了起来。直到皇子要结婚的那天，公主的妹妹却跟别人私奔，抛弃了皇子。一直忍耐的公主终于受不了，气红了眼的杀了妹妹，还为了报仇父亲过往所做的一切而大开杀戒。王子看着失去理智的公主，亲手解决了公主的肉身，再把公主的灵魂囚禁了起来，永世不得超生。然而公主有一部分灵魂还是成功转世到了Celine的身上，也因此救了Celine，以免Celine被恶鬼缠身。公主请Celine帮忙找一条项链，并帮她带话给皇子，希望可以好好的跟皇子道歉。Celine从昏迷中醒了过来，把一切告诉了沈，但他们却不知道公主的项链在哪，所以Celine就决定自己重新打造一条。之后还拿去参赛，得到了冠军。后来一天早上，Celine醒过来的时候，闻到了茉莉花香。她想起自己在18岁之前每天月圆之夜都会梦到一个男人，并带有茉莉花香。但在18岁那年开始，对方就再也没有出现过。她终于意识到，那个男人就是沈的前世皇子。他赶紧叫进睡在旁边的沈，两人往花园一看，看到了皇子就站在那。沈拿着项链的Celine往花园跑。当Celine把项链交给皇子的那一刻，公主终于成功站到了皇子的面前，并跟皇子表达自己的爱意并道歉。王子其实也一直对公主抱有亏欠，觉得如果自己有照顾好公主，公主的最后就不会走火入魔。最后皇子解除了对公主的囚禁，公主得以超生。送走公主后，皇子在看着沈跟Celine。皇子对Celine说，今世终于有人可以好好的照顾你了。沈也答应会好好照顾Celine。之后皇子也带着笑容消失了。最后Celine大学毕业，并成为沈公司的正职员工。沈在Celine家人面前向Celine求婚，Celine当然是很开心的答应了。最后两人结婚，组织了新的家庭，完美撒花。
以上就是 Sunset Vibes 原作小说的大概剧情。你可能会很好奇，之前不是说这剧还有 ABO 吗？在哪？怎么没有讲到？其实在沈舍琳结婚后呢，Selin有了身孕。没错 ，ABO 的部分就是男生可以怀孕。最后Selin呢还生了一个肥肥白白的男宝宝。不过呢，剧大概是不会演出来啦。不确定大家看完小说讲解后有什么想法，个人只知道自己看完小说后是觉得一言难尽，觉得原作想讲的东西有点太多，导致呢最后就是什么都讲不好。首先，个人觉得前世的部分就算完全没有，其实呢也不会影响沈舍琳的故事线。其次 ，ABO 的部分太突然，让我一时之间呢以为自己看的是 BG 不是 BL。此外，沈舍琳的爱情线呢非常的薄弱，两人在一起的过程呢完全没有阻碍，在一起后呢基本都是用 MC 在撑，两人呢还超爱讲 dirty talk， 个人是觉得非常可惜啦。不过看过剧的正式预告里面呢还会有另外2对 BL 跟1对 GL， 这3条线呢都是小说里面不存在的，所以就是说剧会超级无敌大改。有过上次龙月的经验呢，虽然有很多人都说龙月的剧本很烂，但如果有看过小说就会知道剧组呢其实已经尽全力把它改好，所以这次也是要看剧组有没有办法把故事改好，不然剧呢可能会看得很不顺畅。但是不管怎样 Mosban 的新剧呢就是要支持，虽然小说非常的一言难尽，但 Mosban 呢是真的很甜，我愿意无视一切内容，只看他们撒糖就好。还没关注 Mosban 的快点去关注，两人的互动呢超级无敌可爱，化学反应呢非常好，绝对不会让你后悔入坑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大家对Sunset Vibes 木海情深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留言分享，一起讨论。那我们下期影片见，拜拜。